好，新春茶会，韩国瑜呢邀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了哈，其实讲了很多次了哈。那说呢，我们不会一问一答，我们是同问同答啊。然后呢，这个总统府那边就说，如果只要合宪，我们愿意去。那郑丽文说是好消息，新春的好消息。其实宪法也很绝宪法里面只有说立法院在每年的会期的时候得邀请总统立法院报告，立法院也。而且当时大法官解释说，一问一答是违宪，我也不懂他违什么宪，为什么违宪？宪法有规定说不能，比如有些宪法是讲得很清楚的，这样不可以这样。比如立法委员对行政院送来的预算不得为增加这个预算之决议，这可以的，这写在。所以你如果如果行政院送来说这条路1亿，立法院说1亿太少了，2亿不行，因为你增加的这个预算不可以增加。宪法很明定，但宪法只有说。立法院得邀总统来这个做国情报告，并没有说要怎么回答，那个是要党团自己去协商嘛，对吧？也许总统愿意来一问一答也说不定啊，他觉得很好啊，这样我才能讲得透彻。有些总统也许不愿意同问同答都不愿意，就是要协商嘛。插一句，你说这一点我们的5人不知羞耻的大法官已经做解释了，你都没有注意。他说只要朝野协商同意就可以了，所以没有违宪不违宪的问题啊。因为之前是有违宪的，不管了，这5人做什么决议，我根本不去管他。好啊，那这个郑丽文也认为好啊。那卢秀燕呢？是台中因为很多像工具业者说产业很焦虑，所以应该即问即答，怎么同问同答？万一问到这个关键时刻他不讲怎么办？所以应该要即问即答。所以以前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总统到立法院去报告过。大家记得李登辉到国大去，那是同问同答因为同问同答我也可以不答。你5个人，他是国大，当时5个人提出来李登辉做一次回答，5个人提出来做一次回答，5个人会挑1个回答，也可以5个都回答，也可以挑3个回答。那以前就是当总统有时候想去，陈水扁的时候说要来，立法院不给你来，让你表现了。马英九当时也想去，立法院不给你来。有的是立法院要你来，总统说我不来，你们做个坑给我跳，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1个去的成。那赖清德能不能建立这个先例不知道但是呢，卢秀燕就认为说应该即问即答。当卢秀燕这样讲以后，台中这个卢秀燕下面的浮选的5个立委会不会也说要即问即答，不可以同问同答？不知道那民众党是要有问有答，要实问实答。什么叫有问有答？实问实答，问的你都要答，你不能5个里面挑2个或者呢，也就是要一问一答，现在还不确定他们今天下午要协商了那谢龙介已经讲了讲过把渡掉，你当台南市长说我是台南市议员，我一辈子追着你，现在你当总统不能问你的，我一定去登记。好久没有请教赖市长了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团的这个书记长现在换人了原来书记长陈培宇说，不是点菜就要上来你们点我们要报告，我们就要报告，不一定呢，也没有说一定去呢那另外呢，黄国昌说立法院赖清德来干什么？没有诚意嘛因为呢，我一看这个日期是2月11号，没有多久以前今年115年这怎么写的这边字很小，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这个总统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之时间、方式及主题等，应基于宪法机关相互尊重的原则，因为法庭在113年宪判之第9号有判决，在协商实施以后，而立法院听取总统国情报告时，无询问，而且无要求答复或听其谏言之权。这2月11号总统府才给立法院的秘书处的函，说大法官就这样解释你没有权利提问你也没有权利叫我给你什么听我给你什么谏言我去报告就是我报告完我就走路这是当时所以呢，黄国昌说，那你这样来立法院干什么？给你表演了，搭个舞台给你表演了。我们看一下。立法院长韩国瑜才刚释出善意，邀请总统赖清德赴立法院国情报告，才同问同答礼遇，但地方诸侯却不这么认为。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生存战略那也因此总统应该要接受即问即答有效的厘清。秃子递橄榄枝，燕子不认同。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也说，最好的沟通就是有问有答，不闪躲。民众党团也持相同态度，一定是同问同答。那最重要的意义还是要实问实答，一定要
问到饱。再也不断重申要实问实答，却也没明确拒绝同问同答，态度很是暧昧。一生只监督你一人的谢龙介认为，不必再为难赖总统了。除非他选择回避，或者对于提出来的问题，他如果都愿意来面对，那这个他也会得分。问即答或同问同答来为难应该在这边有所礼遇啊。这一点我个人不但接受，而且我也会支持。谢龙介还价，且看总统国情报告表现，再来攻防也不迟。而不止蓝营内部意见分歧，民进党团书记长陈培瑜说，不是韩国瑜点菜就要上菜，而同党立委吴思瑶的看法也不一样。至于统问统答，我想这相对是比较朝着合宪的方式进行，希望大家一起来促成合宪的方式。只要是好问，就会有好答；只要下的单是好单，出的菜就会是好菜。来，亮君怎么看？我想韩国瑜院长在这个茶叙的时候，像赖清德总统提出这样的邀请，那我想赖总统也是很正面的回应啦。那我觉得新春开局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所以接下来如果说立法院在协商过后，那大家也讨论出一个合宪，然后来做邀请总统来进行国情报告，然后呢针对这些相关的问题，如果是用统问统答，然后这样子的方式行文到总统府去的话，我想赖总统昨天这样子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应，我想接下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啦。但是重点还是回到说，那到底这个国民党对于这个赖总统到立法院的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国情报告之后的询答的形式是怎么样那我觉得一切都还是回到宪法来去做处理啦那在宪法怎么样去合宪的状况底下，那因为呢，如果立法院立法委员要来去做一问一答或即问即答的状况底下，其实都是针对行政院，也就是行政院院长及其部会首长但是如果是针对总统的话，我想依照这个相关的宪法的规定以及释字其实都讲得很清楚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义务那但是我觉得赖总统已经释出这样子的一个很正面的回应，那我觉得这是好事，那也很期待说接下来的政党协商里面，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在决定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的这样子最后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能够开展这个执政党跟在野党大家之间的这些沟通，在立法院里面来进行，我觉得这个不论对执政团队也好，对在野团队也对在野党也好，这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正面看待。然后这件事情如果可以用同问同答的方式，总统可以到立法院去，而蓝白的立法委员如果有问题想问，也可以来回答。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会是比较两全其美的做法。那我看你觉得会不会成？韩院长提出的时候，总统欣然同意。然后呢，韩院长讲的就是统问统答。那观众朋友，现在问题卡在哪里？我先把它讲深入一点因为在2024年的宪法法庭国会改革无法青鸟到立法院外面包围的那一次，有没有？国会改革无法当中，里面最后所修的立院职能权法在这边就是总统应该要及时回答这一条，后来被宪法法庭判定是违宪，观众们还记得吧？那这个事情，我们就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评论员、立法委员，在这个宪法法庭判出来之后，收到了另外一本的新本的立法委员手册，大佬一定知道看到5嘛那个手册告诉你，里面的这些规定红字部分都拿掉了，那拿掉什么？拿掉就是李登辉时期原本从国民党转到立法院以后，像这个状况。站在这边看着大家在那边问询答过程当中的时候，所谓的李登辉模式，总统先讲话，然后呢再由国大代表提出国事谏言，然后总统在旁边听，听完以后呢上来再2次发言，所以没有质询之形式，但是有意见交流之时。我的了解，赖总统同意这个模式，但是我刚刚讲，现在目前民进党好几个立法委员，像钟嘉宾委员讲说，我手头这本没塞呢。如果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看到嘛，黄国昌之前讲的那个东西嘛，如果总统留下来听谏言都违宪的话，那他怎么进行？所以就卡在今天下午，我们现在录影时间刚好就是现在了，在3分钟4点半的时候，马上3个党团要协商。如果我的了解我就讲结论了，如果3个党团都能接受我刚刚所讲的李登辉模式，就不管宪法法庭怎么解释，我觉得会成。但只要有一个方面，不管是蓝或白或绿，认为说不行留下来听，又或者是我一定要当面问他，而不是说我讲我的，他讲他的，那就会破局。我如果是赖清德，或者我是总统，我就去怕什么？随便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问一答，同问同答，实问实答，有问有答。
你总统怕什么？你赖清德做过台南市长，你做过立法委员，你做过行政院长，你哪有怕立法院的？你自己就是没有。这不是就这给你一个机会嘛，对不对？这在野党，平常心讲，我认为在野党是笨，在野党搭一个台让赖清德去表演，你还不去，那也够笨了。休息再回来。哦，柯建铭呢熬到最后一刻哦，到昨天我们在节目还说柯文哲说柯建铭还说我要选到底哦。那今天柯文哲突然说不必票选了哦，其中很多民进党委员还搞不清楚柯建铭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改变，他什么意思？哦，他说他要支持蔡其昌，要支持世代交替，所以蔡其昌就当选民进党总召了啊、哦。因为事实上原来大家要算票了，是说这个新潮流听赖清德，赖清德要支持蔡其昌，蔡其昌出来就是要终结柯建铭嘛。但是很多人说不一定哦，说立法院反赖势力其实也不小哦，真的秘密投下结果很难讲哦。所以这是什么柯建铭要选到底，他的底细在这里哦。但是呢，今天他主动退让，而且今天民进党党团是10点半召开党团，这个就是都要来哦，哇，这个不来不行哦。他说愿意协助传承，蔡其昌说感谢成全，未来会多多请益，也不会请什么益啦啊，请嘴巴讲讲漂亮话而已。那因为呢，柯建铭被称为万年总召，交棒了，柯建铭展现风度，有需要随时找我啊。那宴会一结束啊，韩国瑜就去看柯建铭了，说希望他注意身心的调节啊，不要说呢以后没事干了啊，有时候一松懈反而不好了哈。韩国瑜说呢，以前柯建铭都在骂我，其实真高兴看到他慈眉善目，不骂我了，因为位置不同嘛啊，角色不同啊。那另外呢，民进党总召说呢，这个绿党团总召开议日改选就改选了，今天改选了。傅崐萁在新春团拜致辞，说感谢柯建铭30年的辛劳。柯建铭的确做很久，而且柯建铭对议事规则什么都非常熟悉的啊。那另外呢，所以呢，媒体是说柯建铭退场了，这是赖清德的意志贯彻民进党团，赖清德要柯建铭下台啊。那乔王从此成绝响，所以呢，柯建铭输在万年，你被讲成万年，以前的万年立委被讲成万年就很惨了啊！人家把你换掉就有正当性了。我们看一下。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在今天的党团大会的干部改选上是正式的卸任，由立委蔡其昌来接任。谢谢总召的成全，那这个是一个重担呐，哈。那未来我想民进党党团会内部会团结合作，那一起努力。那未来柯总召我们如果遇到一些重大的这个挑战或者一些疑难杂症。柯总召都是我们最好的顾问了，所以我们会跟柯总召之间还是维系着一定程度的这种请他帮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立法院长韩国瑜在上午的结束了总质询的主持之后呢，也在休息时间是来到了柯建铭的办公室找他来致意。柯总召辞掉总召，我来给他打气加油，也希望他注意到身心之间的调节，祝福他身体健康，一切平安，一切顺利。表达一个老朋友特别对他的关切。来，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是这样，当蔡其昌表达有这个意愿以后，到今天这段期间呢，就是暗潮汹涌啊，大家回去就拉拉关系啊，拉拉交情啊，说啊以前怎么样啊，你有欠我啊，我有欠你啊，当然没有讲得那么白。但是数了一下，就看对方的实力啊，也看总统的意志啊，算了，所以还没有到今天，我想老柯就知道他输了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输的下台的方式，但是这个不是老柯这个想象中退场的方式。老柯退场，他老早就说这个是他最后一次啊，现在没当总召，反而不是最后一次，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老柯因为享受这个权利那么久了，所以现在忽然间没有总召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会郁郁不得志。所以呢，下一次恐怕就算了，就不要干了，再干也没有意思了嘛。
我觉得他算聪明了。刚刚大佬讲的没错，他如果盘算一下跟新潮流系跟这些票没有胜算，如果硬要选完再下台，那就难看了。还不如在这个时候，我成全了年轻人，我主动让。但是我也同意大佬刚才讲的，他现在干了30年呼风唤雨的日子，连总统都要对他让2步。以前蔡英文很多事情也要让他2步，我不同意。总统说，这个最好，我有意见。现在他一下子没有，这个落差太大，所以我觉得韩院长讲得很好，希望他身心调试好，否则这一个会期完之前，他会在立法院没有舞台、没有镁光灯、没有网络声量，所以这个东西也没有应该要一个某人非他不可，可以干几10年救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民主政治的常态？本来就要新旧交替，这个人出来，你或者过2年、过2任你再来选，没有一直搞到底的，这个是违反民主政治的一个常态，在政党来讲也不是好事。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换得刚刚好，没有一点什么，但是他个人，我同意韩院长说的，你要注意身心调试。年纪这么大，跟我们差不多70多岁了，如果一下子落差这样子，没有舞台了。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你的这个脸书也没人看了，你再上什么网红，人家点阅率也不会高了，那个恐怕是一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了，全世界最可怜的人是谁？退下来的美国总统，因为他曾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你看川普，如果今天如果其中选举选坏了，川普自己讲啊，说他们会弹劾我，如果真会被弹掉，你看他会怎样？因为曾经这样呼风唤雨不过这没办法，总不能一辈子都你干嘛？来，放心。柯建铭当然，我相信其实他们私底下比过手腕力，好，这是开玩笑的一个说法。意思就是说呢，大家一定是各自的活动之后呢，比了票数之后，柯建铭知道他敌不过赖清德的意志。那柯建铭敌不过赖清德的意志，反而说明了一件事情：赖清德现在在民进党当中，他确实已经掌控全局了。其实他在2024年5月呢，他这个正式的担任总统，然后当然他同时也身兼民进党党主席，但他并没有真的掌控全局。但是现在他已经把那个最后的一块砖都已经补足了，就是立法院完全由他掌控。因为柯建铭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在过去这一段期间，他不见得听赖清德的话。不要忘了，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是被柯建铭说动用党纪，民进党不可以支持赖清德提名的人，但是柯建铭说民进党要动用党纪来否定。那这就是柯建铭会做的事情。那他没有办法掌控整个民进党，对于赖清德当然是很大的一个伤害。那现在其实不只是柯建铭啦，你去看台中市市长的候选人何新存，其实本来大家觉得最强的应该是蔡其昌。可是最后他提名的是何新存。那你再看到台南市长跟高雄市长的他们的市长的初选的一个情况，还有宜兰县，然后他提名一个他自己很熟，但是其实一般民众，我听宜兰的朋友跟我讲说，到现在为止他的那个声量都还很低，就他的民意的这个知名度，就知道他名字的程度还是很低的林国章。那你就可以看出来，现在赖清德正在总管全局。之前觉得蔡英文的小英人马可能还可以跟赖清德来对阵，我认为已经不行了，赖清德就是统贯全局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现在距离年底要选举越来越近了。这个开春之后民进党台北市长到底提谁了？扯过来扯过去呢，现在还不确定。有人说要王世坚，有人要说郑丽君，有人说是贾永杰，有人说是吴怡农。目前呢，这2个是被提出来讨论比较多的。那郑丽君最多，其次王世坚。王世坚自己不要，只讲不要。贾永杰到现在没有被纳入考虑。吴怡农呢，他自己是最主动的就是吴怡农，但是呢比较少被人家提起来，好像大家好像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哈。那另外呢，民进党在桃园到底提谁？现在3个人：何志伟、黄世杰、
王义川，应该是何志伟。那3个人在说还在缠斗当中啊。那另外呢，吴峥民进党发言人说呢，这个布局2026的现场选举，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花莲县、金门、马祖、蓟县市还没有提名啊，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提名，但是呢会继续努力啊。那另外呢，新竹县到底怎样？哦，大家也很关心啊。那民进党有共识说，竹北市长郑朝芳可能可以去选新竹县长，但是呢，国民党在新竹县的内部呢，还这个议长啊、副县长跟这个徐委员呢，还这个目前竞争的非常的激烈哈。那花莲也是哦，花莲县议长说，民进党呢说希望能够跟花莲县议长张俊来结盟，因为张俊呢跟傅崐萁是死对头。那张俊原来是国民党的，但是因为呢这个跟傅崐萁处不好，他现在变成无党哦，所以呢这个各地都有各地复杂的状况哈。所以呢，花莲县呢说，民进党地方倾向跟张俊联盟啊，因为他是议长啊，他有他一定的实力啊啊。那民进党现在有5个地方在执政哦，所以呢，至少你要把这个5个保住吧。那如果在选情比较乐观，如果能够再拿下2个，就算是小胜；如果一个艰困选区，就是大胜哦。那但是如果台南、高雄大本营掉1个，就会被认为是大败哦。那现在民进党锁定的呢，他认为说原来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有机会呢新竹县，因为我刚讲新竹县徐新营跟这个副县长现在在竞争，宜兰县国民党现在这个吴宗宪跟议长也在竞争，嘉义市因为嘉义市民进党强，嘉义县姐弟在那边家族好像闹的这个彰化的这个姐弟还是闹的好像，这到现在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啊。所以呢，到底这些就是民进党锁定的有机可乘啊。那另外呢，国民党力守13席那有家族内战的，刚刚讲的彰化，有派系彼此不相让的，所以有6个县市陷入危机。那哪6个县市呢？说新竹县、彰化县、嘉义县、嘉义市、宜兰县、花莲县选情看起来不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那如果这个11个县市只掉2个县市，勉强及格；如果掉了4到5个县市，就算保住4都，就算是大败可能会冲击国民党2028总统的选情。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们看蓝的就是国民党执政地方，绿的是民进党执政地方。民进党现在执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澎湖，陈光复前阵不幸摔了一跤那另外有2个呢是所谓无党，一个是苗栗，因为当时钟东锦没有被提名，但是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是亲蓝的了那另外就是金门的陈福海，基本上也是亲蓝的了好吧。所以呢，这个新竹市因为是民众党大概目前情况是这个样子新竹市是高虹安所以目前的版图是这样所以上次国民党在县市上选的不错，那这次能不能守住就又是看起来是要很拼了也许内部有些问题自己要先解决嘛。我们看一下。民进党召开选对会讨论，目前包括台北、桃园、新竹县市、花莲、金门、连江等7县市都还没提名，但其中新竹县传出与凝聚共识征召竹北市长郑朝芳几率高。各个区域里面我们都有花一定时间讨论，那当然也包括竹县。同样在竹县选区，蓝营初选也不平静，在新竹县府议会的团拜活动，要角逐国民党提名的陈建贤与徐新营作为分开坐，全程零互动。所以新营也很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打拼县政。台上台下暗自较劲，而且如今还有党务人士指出，包括新竹县、彰化县、嘉义县市、宜兰、花莲县都遭遇困难，连台中市蓝营也陷入内耗。
过完年后，应该很快的，我们就会正式在中常会进行提名的作业，也要对本党有信心。呼吁要对中央有信心。例如花莲县随前党内同志议员魏哲贤宣布参选，就基层传出傅昆萁可能御驾亲征，但将代表蓝营的游淑珍就说不可能。他一定会扶持协力地方党员同志。谢谢，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不是都看到了。行动破除疑虑，但纵观全局仍留在党中央一一摆平。好，这个暐瀚怎么看？现在目前看起来哈，现在大家去点到了几个县市，宜兰林国章因为早早的赖清德就已经全力支援他哈，不敢说他就是所谓的所谓陈定南2.0，但有点那种感觉，因为他是人权律师，他有扶助很多家扶等等哈，所以形象清新啊。那蓝营这边蓝白是3个人啊。先要张胜德议长跟吴宗宪，就这2天做完民调以后，再去跟陈婉慧再来做嘛，所以就会有一个就毫针以下，就这个差别。那因为在宜兰现在目前看起来，林国章虽然在全国知名度并不高，可是在宜兰他已经走跳很长一段时间了。副总统啦，或者是怎么行政长去都会跟他同台啊。他一开始挂行政院的顾问嘛，好，那新竹县上刚好看到了郑朝芳，如果比较年轻一点的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谁是郑永金，那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他是以前国民党新竹县长郑永金的儿子，他又当过小英总统的参议，所以他是蓝绿在地方都有实力，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他是竹北市的市长，竹北现在目前经费非常多，而且科技新贵住在那边，他的这些教育什么年轻族群他是有票的，常常在那边弄篮球场停车场打篮球。如果他出来选，我不认为他弱，而且再加上刚刚看到许信盈跟陈建贤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嘛。彰化过去有一个所谓的1-2条款已经30几年了，一届民进党2届国民党，一届民进党2届国民党，一届民进党2届国民党，加起来已经几年了，已经30几年了。所以这时候一算，这个就是民进党啊，民进党又已经虽然之前有4个人要选了，但已经定为预存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确实，这个谢依凤跟谢点玲，这个怎么讲？就是他们2个姐弟之间，看来谢点玲还想要继续当议长，所以他根本就不希望他姐姐选县长嘛，所以就是个变数。那嘉义市我必须说了因为我每年都会回嘉义，就是我爸妈现在在那边，我去跟他们祭拜上香。地方对于王美惠常常骑着机车大街想要去走，他确实是非常强的。那刚刚我们看到还有写个嘉义县，嘉义县本来就是我们常讲，嘉义县国民党没有在想啦，因为根本派不出强将来讲。所以我刚刚讲这4个，那之前我点台东是因为台东以往都是立委是刘兆豪，县长是黄健庭，是饶庆铃，为什么？因为原住民朋友支持国民党啊。可是这一次派了这个陈建年的女儿，那陈建年以前是国民党的台东那时候李登辉时期的这个原住民的县长嘛，那他是这个陈建年的女儿，他自己是原住民，所以陈营并没有大家想象中弱所以我点的这5个县市，我觉得国民党要注意。亮君。当然，大家现在就很关心说，那民进党到底接下来这么多的县市首长提名状况如何那我想，因为现在也正值很多的这个议员也都在民调当中了那整个提名的作业，包含说这个地方的市议员大概在3月底就会全数大概差不多会底定了。那我猜大概也落在这个时间，我们现在还有7个县市还没有提名的县市首长，大概也会落在这个时间就得决定因为其实时间大家要起跑，然后要准备选战的过程当中，还是这个把握时间啦那当然，大家今天都在讲说，那到底台北市会是谁那当然，今天我也有提到说，我个人认为郑丽君是非常好的人选啦那因为现在之前我曾经在节目上讲过很多次对于台北市而言首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台湾走向国际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的首都市长候选人一定要有国际观跟国际视野。那我认为在这一次的关税谈判里面郑丽君副院长所展现出来的韧性，以及他对于台湾产业的一些底线的坚持，我认为不管是在国际给他的肯定，以及在这一次的谈判成果上面，我觉得还是非常正面的。所以如果郑丽君有机会来出现来担任我们台北市民进党所提名的市长候选人的话，我认为这个在接下来的选情有机会带动全台的这个2026民进党县市首长的选情效果。来凤行，刚刚在点出来的这几个县因为国民党现在的县很多嘛所以呢，我认为
对我来说，觉得最危险的其实是新竹县跟彰化县，因为郑朝方其实是很强的，就是他在年轻的族群当中，他有他的经营，可是，在传统的票当中，其实郑永金的是一个派系，而且他们是从祖父辈，就郑永金的父亲开始，他们其实就是政治人物世家。那这种派系其实你要他们的这个巩固性很强。那原本是属于国民党的底，然后再加上民进党的支持。那现在新竹县自己徐欣言跟这个陈建贤，我认为他们初选完了之后都不见得能够团结，所以我觉得新竹县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局面。而彰化县的情况，我觉得其实是国民党现在要下定决心了。那么下定决心什么呢？如果家族纷争没办法解决的话，那就赶快的定初选规则，谁要来选？就是先用初选来决定之后，然后全力的排除那个初选人的障碍，不要再用那个家族要不要把那个人确定，没有家族制宪这种事情。至于宜兰县，我其实反而没有那么担心，因为这虽然有3位候选人，但这3位候选人彼此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们彼此之间是都能够认可说，任何一个人出现，另外2个人有君子风度，愿意支持到底。所以我不觉得这3个人到最后会分裂，相反的，我认为他会，因为他们3个人的族群很不一样，那么其实反而会有相加的一个情况。至于说台东的部分，因为我常去台东，我是一个非常爱台东的人这样子，那我跟台东的地方的人士其实有非常多的接触，我觉得说陈营会因此动摇原住民的选票，过滤了。接下来回来。好，澎湖啊，澎湖县长陈光复因为大年初一跌倒，所以呢第一次缺席县务会议，今天23号啊，23号开啊，前2天开。那副县长说县政稳定推动，有副县长代理嘛啊。那陈光复昏迷指数原来是3，说现在进步到6，家属说他能够睁开眼睛，眼球有反应啊。那到底他能不能再继续挑战连任啊？那民进党说呢，他的选队会对他集气，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了哈。那陈光复到底能不能选啊？参加选战啊？其实上次陈光复呢，本来是不会当选的，我要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最早澎湖的县长叫做赖峰伟，赖峰伟当时要选举的时候，他说他只干1届，结果呢，他1届干完，他要继续干。所以呢，朱立伦当时曾经有一次，我们都到处辅选，朱立伦在机场碰到我，就跟我讲说，讲好只干1届，为什么还要继续干呢？但是他现任县长啊，他要继续干，我也不得不提名他，怎么办呢？朱立伦很不满，当场亲口跟我抱怨，就当时就逼得原来马公市长叶竹林也出来选，就变成赖峰有个叶竹林2个选，陈光复就当选了，这渔翁之利嘛，因为蓝变成2咖嘛。那现在还在协调，蓝云还在协调。那陈光复这次能不能继续选？现在看他的身体状况，我们看一下。那石英的幽谷。县政会议上，局处首长低头祝福，要献给正在医院的澎湖县长陈光复。因为大年初一，陈光复不慎踩空，跌下楼梯，重伤昏迷。如今在开刀后，昏迷指数已从3进步到6，眼睛也可睁开。但即便逐渐康复，已获绿营提名角逐连任的陈光复，还能否继续选下去？23号民进党选队会也很关注。必须要说，大家都是非常期待陈县长可以尽快康复，然后身体健康、平安的回到选举的规划当中。那如果真的后续有需要讨论的事情，也再请给我们一些时间。还是指望陈光复健康投入选举。来，将军怎么看？我想接下来这个陈县长的病情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好转啦。那当然，接下来到底澎湖选情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希望说彭县长能够继续来这个为澎湖乡亲来付出跟努力啦。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刻，大家也不会特别去提到说有没有换将或其他的可能性那我们只希望说陈县长的病情能够尽快的稳定下来，然后也能够早日康复，回到县政的岗位上面，以及继续为接下来的澎湖来努力。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新北到底怎样？黄国昌说：“我没有退选了，谁叫我们要退选？我们看一下。3个阶段，第一个共同政见，第2个政党合作的协议，最后才会进入到有竞争的时候要怎么解决
组成最强团队的问题。我昨天在广播节目上面说得非常的清楚，但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事情是，竟然有媒体说我不选了。我昨天从头到尾看完了那整个访问的内容，话是我自己讲的，我不知道怎么会有媒体可以恶意下标成这个样子。这已经不是新闻伦理跟新闻专业的问题这也不是识字能力的问题这个是为什么会这么恶意的去编造这个假新闻的问题好，黄国昌说呢，他将来会有3个阶段，第一个是蓝白会提出共同政见，第二个政党会有一个合作协议，第三个会合组最强的竞选团队。韩国瑜说呢，这个李四川搭计程车给司机400块，说不用找钱了。司机说这400块我捐给你，好好替人民打拼。李四川说很感动。那刘赫然因为也很有风度，这是这个就让就是等于让嘛那郑丽文说呢，希望有更多刘赫然，否则地方如果有这么多地方就不会分裂了，因为地方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不同的争议那另外呢，宜兰、新北、嘉义市都要有蓝白合。那国民党的左派主委呢，李泽华是说呢，3月11号会提出上面宜兰、新北、嘉义的首长参选。好，来将军怎么看？其实政党合作是一个必要的，因为现在台湾的生态，我觉得是政党的私心少一点，然后坦然一点面对现在的民调现况，这个不用那么执着于说我们一定要去比。如果比完了是你的民调输了，而你再退让，在政治上那个就差好几把火了。就自己要评估，你就不能像柯文哲当初台北市就一直幻想他是第1名，就是不让，打死不让，到最后落的这个下场很难堪。所以我觉得这3个县市有一个公平的机制是绝对需要的，但是大家蓝白之间的合作，蓝营也好，白营也好，想清楚看情势，该退让的时候主动退让，反而是一个优雅的身段，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拼到民调完了，确定我输了，好，我认命，我退，那个时候的味道截然不同。我是觉得政治人物有时候眼光要清楚一点，自己心里要有明白，而不是都在算计。老百姓其实很清楚，谁好谁不好，你当然各有各的支持者，可是大家看态势可以看得出来的。姚晨，我不是很同意吴将军对潜在可能的候选人的训话。我觉得你到刚才那一番义正辞严的训话是看情况的。我觉得全世界大部分的民主国家在选举的时候有这种奇怪的，就是说先蓝白合，然后再来选的可能的情况，其实是不多的。尤其是内阁制国家，是各自去努力，然后再几席，然后再看怎么拼，怎么合。那像我们这种情况，我觉得像郑丽文说，要多一点刘和然，但因为是刘和然的民调是相当的落后，而且刘和然是听侯友宜的话了，所以才有刘和然这一号人。他很优秀啊，但是他就是退得很漂亮，但他退得漂亮有他的道理。那你彰化，你姐弟更应该要漂亮啊，自己人啊，你搞得那么丑陋，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不太同意。结果我认为黄国昌表现其实还是可圈可点，因为他其实很为难，他晓得他不会做候选人，就算蓝白合，但是他要撑到底。为了自己的党，为了自己的小鸡，也要撑到底。但是他撑到底，都要表演，都要有节目啊，都要让人家相信啊。他其实做的让人家真的很相信，相信到开始担心了。这个是厉害啊。但是他说就不做副县长，这个表态也是对的。副市长，然后不副市长，然后呢，他如果不是他愿意加入团队，如果这种讲法是对的话，这个也是可圈可点。所以我一向对黄国昌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到处人家都要修理他，这个我也觉得蛮冤的。那台北，我觉得台北到底民进党要推什么？我觉得不是他有没有国际观的问题啊。亮君讲要有国际观啊，要怎么样？其实不是，因为民进党太怕蒋万安了，他要把蒋万安拖在台北市。
他怕他到处乱跑，有外溢效应啊，他不希望他到处去助选。这个讲白了就是这样。但是有这样子的人吗？我觉得很不可能。而且现在美国的大法官推翻了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案啊，我觉得民进党对郑丽君的造神运动好小红哎。来我看，好，那个你现在去问哦，民进党的议员，包含那个亮君也是，他们希望是谁？我问了好几个了，亮君他自己可以自己讲，很多都跟我讲，他们希望是郑丽君。那是因为郑丽君能赢蒋万安吗？未必，因为台北市确实选人结构问题，但他要有一个很稳的母鸡，所以现在目前的关税问题突然做个变数嘛，否则我觉得郑丽君机会是很大的。可是我刚刚所嗅到的是什么东西？是王世坚还在选对会的讨论当中哦，2个哦，王世坚还在哦。所以呢，王世坚如果最后被提名，大家也不要太惊讶。那2位可能都不是就是击倒蒋万安的考量，而是说你要把蒋万安至少你要不要让他这个游刃有余跑到全台各地去哈。第二个就是黄国昌，确实如果以媒体人在访问的过程中，我不会认为他已经放弃了。他的说法就是很客气嘛，如果是我就请川博帮忙；如果是他，那我当然愿意帮他。可是媒体是这样，新闻学上有一讲，人咬狗才是新闻啊。你今天讲说，我当然以后不管是加入他团队的时候，大家都会抓那个最大的标啊。可是确实啦，你看像柯文哲跟侯友宜那时候，柯文哲有曾经讲过说，我不排除加入侯友宜团队嘛，会被大家嗅到就是说，你民调是落后的哦，所以可能那个时间踢踏，黄国昌只能拼到3月底了，因为3月底之后，李四川、黄国昌民调一比，那可能就是李四川了。其实理论上来讲，这种事先的政党的合作，很多国家没有，可是因为很多国家是2轮制。所以呢，他们其实是第1轮的时候的第1名、第2名，然后会有第2轮，第2轮的时候才会有政党合作。那因为台湾并没有这种2轮制，所以呢，你要避免那种分化，只好事先提出了自己的2轮制。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我觉得这3个县市反而是我不担心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这3个县市双边的候选人其实展现出来都是君子风度，而那个君子风度是。就算说不是我也希望能够成全大局。那我觉得光是这一点，这3个县市反而比较不是让人担心的。好吧，反正3月11号人选就会提出来哈。对了，还有其他几个县市内部怎么摆，这个摆得平摆不平是蛮重要的。对啊，其实我觉得是其他的县市的问题，这3个反而不是。这样解读是因为黄国昌的民调跟李四川也真的差很多，又不是说5%以内，对不对？没错。可是黄国昌不是。